美股真的出现了一波呢报复性的反弹，时间很快，空间呢也很大。周五呢反弹已经触及到空方带了，下周需要止盈了没有？纳指周线上已经出现机构低吸拦阻信号，日线也出现了聚宝盆。这一次的反弹会有不一样的行情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美光跟闪迪周四大涨之后，周五冲高回落，形成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乌云盖顶形态。这一个位置是行情结束还是砸盘接货呢？特斯拉的日线呢已经白 K 消失不见了，收阳线突破，可以进场了没有？谷歌大涨，也恭喜呢跟上的学员。那么这一次真的能形成周线级别的机会吗？如果您现在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已经反弹触及到空方带，这个位置需要止盈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也是一些学员希望 Josie 可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AMD、美光、闪迪、英特尔、谷歌、苹果、CRCL 就是 Circle 以及呢这一个 ORCL 甲骨文。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接着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的话，我们在前面这些位置就跟大家讲过呢，它在这里呢一旦出现止跌的形态，那么它会出现的是一个波报复性的反弹。那我们能看到纳指短短2天的这一个时间反弹了将近呢有4%。那么已经反弹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纳指在这里已经要形成反转了？个人的这一个观点，这个位置当中呢，我还是会把它当成一波反弹的行情，没有触及到反转。那么我们能看到周五的时候呢，纳指的一个反弹已经触及到空方带，其实它最高价的时候呢，有去呢就是回补这个缺口，但稍微比较遗憾，最后收盘价呢收了回来，说明呢这个缺口所在的位置，它的一个阻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 Josie 个人来讲，我会觉得呢，纳指这一轮上去之后只是一波反弹，什么时候你能看到它收一个阳线，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了的话呢，那么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概率，它会转为呢反转行情，不然的情况下呢，通通按照反弹行情去对待。那么既然按照反弹行情去对待，那要注意的一个点啊，因为你能看到的就是纳指它现在已经触及到空方带，又触及到缺口，属于有双重的阻力在里面。但凡你在下周看到呢纳指在这一个位置收一根呢不再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阴线啊，比如像这个位置一样，其实我是比较像的我觉得周五走出来这一根 K 线跟呢这一个位置走出来的这一根 K 线它是比较像的。但凡你们在周一的时候看到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的是不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情况下，那么很有可能就意味着这一波反弹呢它已经结束了。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阴线，它继续收阳线，那就意味着我可以继续的拿着，收到阳线实打实把它给回补上了的，那么有非常大的概率会转为呢反转行情。一旦转为反转行情，那就说明了真正的这一个机会呢它就要来了。就像呢4月初到6月份的这一波行情，它当时呢就是转为了这一个多方带，然后呢开始了一波将近2个月的一个上涨。那回到纳指现在去看的话呢，这一次的一个反弹跟前面这一些反弹有什么区别主要有2个区别。第一个区别大家能看到，前面的这一些反弹的时候，它的这一个龙头引力没有进入到一个聚宝盆的一个状态，这一次也是一样，现在呢它有所不同的就是我们能看到下边的这一个位置已经出现了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形态。那么出现了这一个聚宝盆之后，就意味着这个位置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底部呢，它会比前面的这2波的底部要大一点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呢形成一个波段的大底部，比如像4月份一样。所以它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呢，在下周的时候，它能不能实打实阳线把这一个缺口给补上？补上了的话，再结合聚宝盆，它就很有大的这一种概率
它要形成反转行情啊，这是第一个跟前面有所不同的一个点。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周线啊，我们等一下给大家去看一下啊。先回到纳指现在身上，纳指的话呢，往上去反弹过程当中给大家讲过，这一个缺口的位置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那么它的阻力大概到多少？25460.86到25681.32。收阳线的，那么就说明它没有问题，你可以呢继续的去拿着。但凡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一个呢不创新高的一个阴线，更甚至说它在这里，但凡呢它在下周收一个阴线，跌破周五的一个低点的，那就意味着这个位置当中啊，反弹结束了，一定要注意呢，要么防守做 put， 要么呢在这个位置当中呢，该止盈的一定要止盈离场，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纳指的这一个缺口。那第二个的话呢，注意一下，下周一的话呢，还是我们讲到的啊，8月份的第一个变盘点。假设我们能看到啊，它在这一个位置涨上去的时候，在周一周二的时候，它在这里是收到的，还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啊，一个不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风险啊，包括我们平常经常跟大家讲到的，假设黄竹消失收阴线，一个高点的一个体现，十字星向下变盘，它是一个高点的一个体现，或者呢阴包阳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么这一些的话呢，都是常见的这一些见顶的形态。我们能看到在周一周二这2天的时候，它要是收到我们刚才讲到的那几种见顶形态的，那么这个位置应该会形成一个高点的一个变盘，它就有往下去调整的需要。当它到这个价格了之后，它收到的是干嘛？收到的是阳线的，那就说明没有问题，它就很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加速的变盘。关注一下周一跟周二的走势，好吧？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来看一下纳指的周线为什么跟之前不大一样啊？因为纳指的周线已经出现了一个蓝烛消失收阳线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虽然说呢，今天收到的这一个阳线啊，没有前面这一些阳线，以及没有呢这一个2025年4月份的这一个底部收到的阳线大，但起码好的一个点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的呢是一个实打实的带有呢长下影线的这样的一根阳线，说明下方的一个支撑稍微来说是比较不错的。是我们弟子帮的这个学员，你有这一个蓝烛的这一个学员，你关注一下，到下周的时候啊，但凡纳指在周五的时候能看到收一个阳线，突破这一个阳线的一个高点，也就是说突破了本周阳线的一个高点，形成一个当针探底形态的，那么意味着它在周线级别上应该是要启动了啊！看一下前面几次的这一个蓝烛信号，后边涨得有多么的强啊！现在也是一样，但凡呢我们在下周能看到它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了本周的一个高点25460.86的这一个价格的，那就意味着纳指呢它在周线上可能呢它要启动了。那么一旦周线上具备的这一个机会，最少它会有2周以上的一个机会，好吧？这个呢是本次的这一个反弹跟前面几次不一样的第二个地方，好吧？那接着呢再给大家去看的话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话呢，可以看到啊，蓝烛消收阳线之后啊，也是一样，它也是一波呢报复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你看一下它在周五最高价的时候也是要触及到空方带啊，这是最怕的一种形态啊。触及到空方带之后收到的是一个阴线，虽然它的收盘价是高于呢周四的这一个收盘价，它是一根呢假阴线，但是也代表了一个事情，就是飘带在这一个位置的阻力确实非常的大。你可以看到呢，费城半导体从这一轮高点跌下来到现在，触及到空方带跌，触及到空方带跌，这一次又再一次的去触及到空方带，所以要注意一下啊。如果在下周我们能看到也是一样的，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一个不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3日顶分型的一个形态。你要谨防它在这一个位置反弹已经结束了，它要有往下去调整的一个需要。但你能看到下周收到的呢是一个阳线的，那么你就可以暂时的再去拿下。往上去看的话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个飘带的阻力之外，第二个关键的阻力应该就是在 0.382 的这一个价格 12053.6， 上一轮的一个反弹是不是就触及到 0.382 之后反跌回来的？
所以要记一下啊，在黄金分割比例当中，从底部起来反弹，最主要的这一个阻力，它不是0.5，而是在0.382的这一个价格。费城半导体只有把这个价格呢给进行一个有效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它才能打开上涨空间。这个价格没办法突破的，那意味着这一轮它就是一波短期反弹，反弹完之后呢，它还会去探前期的这一个底部的，一定要注意好这一个风险。所以有这一个费城半导体的下周收阳线的，那你可以拿着，收到一个不创新高的阴线，必须是一根实打实的阴线啊。它在这里走出一个3日顶分型形态的时候，那么该止盈的止盈，该止损的止损。如果我们能看到它能突破这个价格的，那么有很大的概率呢，它会打开上涨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去看一下啊，它的周线上，费城半导体指数本周已经出现了蓝烛的信号啊，未确认啊，这是要注意的一个点。不要看到蓝烛我就立马进场，给大家讲过，短期超跌不代表呢它立马就会反弹。超跌跟反弹它是2个动作，它可以一直超跌一直超跌。我们要等的一个点就是它跌无可跌之后，在这个位置要反弹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买。所以它一路的蓝烛的，那我一路观望，什么时候你看到它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了，比如像前期的这个底部一样，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买点。没有出现这样的形态下，那么建议大家呢再等等。所以目前能看到的一个点啊，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它在周线上也出现了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一旦它在周线可以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那么就意味着呢周线级别的机会它要来了，这一波周线级别的调整它也应该要结束了。一旦周线具备的机会最少2周以上，一旦周线具备的这一个风险最少呢也会是2周以上，好吧？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记得帮 Joyce 呢点赞跟订阅。接着我们进入到第2个部分，来看一些个股的一个走势啊。个股的走势首先来看的就是英伟达。英伟达的话呢，我们在周五开盘之前给大家去讲过一个点啊，因为当时它在这里既是一个蓝烛状态，又是一个反包阳线，所以在这一个开盘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过了啊。想要进场的话呢，2个这一个进场的条件，要么呢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买，要么收阳线突破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197块2毛5，2个都没出现的话呢，你就再等等。这个是我们在周五开盘之前呢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个观点。好就好在讲完之后呢，英伟达它的收盘价呢是收在了200块7毛5的。等我们讲到的这一个197块2毛5，它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突破，并且还是一个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的？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不管是根据机构低吸去买，还是根据反包阳线去买，英伟达在这个位置都有出现一个短期要反弹的这个机会。所以如果说呢有进场这一个英伟达的学员的话呢，我觉得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因为你能看到它在这一个位置当中刚刚呢转为这一个空放带，所以在这里你也只能呢去做一下反弹。反弹上去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阻力位的话呢，应该就是定到了这一根大阴线高点的一个位置，因为这一天这么大的一个阴线肯定呢会有很多的抛压，这是第一个点。第2个点的话呢，这一天它还是一根放量的这样的一根大阴线，那就说明了它的一个高点一定会有阻力的这一个作用。它的一个高点是多少？208.75的这一个价格啊，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阻力在这里的。收阳线给它突破了，那么英伟达它才有可能会打开空间。没有办法收阳线给它突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一波呢它也只是一个反弹行情而已。收阳线的你可以拿着，收到我们讲到的6种见顶形态的，那我们就赶紧的止盈离场啊。这是第1个点要注意的。那第2个点的话呢，已经进场了的这一个学员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可以定到蓝烛低点的一个价格191块5毛2，觉得这个价格稍微来说比较低的啊，你就定到了周五下沿的这一个位置啊，周五的这一个低点大概来讲呢应该是在194块9毛5左右啊，作为你的这一个止损位也是可以的啊。稍微来讲保守一点的会定到这一个蓝烛低点的位置，可以作为一个止损价。
如果没有跌破的情况下，你暂时再去拿一下下啊，跌破了的话，该止损的就止损了。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关于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英伟达的一些关键的价格啊。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一根呢大阴线所在的一个位置呢，它有这一个阻力，但其实呢，除了它这一天是大阴线的高点之外，它在这一个缺口的位置也有阻力，包括的话，它还是本轮上去之后一个0.382的价格，英伟达只有把这个价格给突破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才有可能呢继续的往上去挑战啊，继续往上去挑战的话呢，任务也不轻啊，因为你能看到的一个点，这个价格的话呢是207块7毛8，其实你能看到就是再往上的话，这个价格它是不是也有个很大的阻力啊？它应该来讲还是前期的这一个几次的这一个高点的一个位置也会有阻力啊，所以相对来讲啊，英伟达往上的时候呢，阻力重重，看一下啊，还是那句话，阳线的你可以拿着，但凡你看到它的这一个位置收到呢，就是3日顶分型啊，收到的是这一个反包阴线之后向下去调整或十字星等等的，会有带有这种长上影线的这样的阴线的。一定要注意这一个风险，该止盈的就止盈，该止损的呢也得止损，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英伟达，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MD 啊 ，AMD 其实它的走势会更多的啊是跟这一个美光啊他们的走势会比较的像啊，你能看到它这一轮跌下来的时候，基本上也跟美光他们一样，跌的呢也是基本上可以说跌麻了啊。然后呢，往上跳空完之后，在这一个周五的时候收到了一根呢，就是高开之后一路低走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然后你能看到的一个点啊，这一天最高价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中轴的位置之后，就在这里遇阻回落，然后收了一根实打实的阴线。所以有 AMD 的，如果说你现在已经离场了的话呢，我倒觉得没啥啊，已经离场了的话，你就暂时呢，就是再去观望一下。看一下纳指呢能不能形成反转行情，只有纳指形成反转行情，那么 AMD 呢也会跟着这一个行情起来。但是如果没有形成反转的，那我估计来讲啊 ，AMD 这一边估计也反弹就结束了。所以已经离场的你就关注好纳指，那没有离场的这一个学员一定要记一下啊，反正它现在呢是已经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的位置了，但凡它在下周再给我收一根呢不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阴线的，你就要谨防它的是一个3日顶分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像前期这一个位置一样啊，3日顶分型，而且这一个3日顶分型之后，它还向下去跌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调整的。当时在这里几天的时间跌了差不多20%的啊，我当时让大家在这一根阴线跑的时候，有些学员没有跑的，那这一轮跌下来估计都够呛了啊。但如果你当时在这个位置离场了，那么现在的一个下跌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啊。所以对于这一个 AMD 还在场的学员，看一下下周会不会收到一个3日顶分型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收到3日顶分型的，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一个位置，还是那句话，该止损的止损，该止盈的呢就得止盈，收到的是一个阳线的，那你就暂时呢再去拿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呢有一个反转行情的一个出现啊？什么时候意味着 AMD 有反转行情的出现呢？最起码它得给我收一个阳线，把这一天这一根大阴线给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549，这个价格没办法突破的话呢，它也是一样一波报复性的反弹行情而已，时间短，然后呢空间大，反弹结束了之后呢，它就得继续的往下去调整了，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 AMD，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的话呢，我们最近也一直在关注啊，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已经价格便宜了啊。这个我已经给大家讲过很多遍，白色 K 线，它又叫波段超跌啊，它的名字呢叫价格便宜，但是呢也有人叫它波段超跌。那你看一下这个特斯拉的话，从这个高点一路往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呢让你们守字，直到呢周五的时候开始跟大家讲了啊，可以去进场了。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行情广播啊，当时呢就是在这一个7月30号开盘之前啊，也就是在这一个周三开盘之前，我就跟大家去讲，特斯拉的话呢，它果然见了一个2字头的一个价格啊，就是这一天最低价来到了297块钱。不过呢，它的价格便宜还没有确认啊，别着急啊，要么呢你就白 K 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进场。
要么呢等周五走出一根13号 K 线之后，再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一个机会。13号 K 线但凡是一根空方弱势时商的，那么可以考虑在这一个位置分批建仓了。这个呢是我在周四开盘之前就给大家去讲到的这一个内容啊，跟大家讲啊，就看一下周五它能不能是一个空方弱势时商。那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周五的时候呢，它的一个下跌结构消失不见了啊，说明这个位置空方开始走弱，多方开始走强。更好玩的一个点是它周五的时候收阳线突破了白色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形成了我们讲到的一个价格便宜的一个确认。所以特斯拉啊，从现在去看的话呢，它在这一个位置应该呢，它是会有一波反弹的一个机会啊。你说它在这里会不会直接？你说它在这个位置会不会直接形成反转？我觉得不一定，但是呢，它是要有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的。所以有进场的这一个学员啊，设置好防守位。第二个，你也能看到啊，下方它是一直呢在酝酿这一个聚宝盆的这一个形态啊。一旦呢这一个聚宝盆你能看到它龙头线向上拐头酝酿成功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特斯拉我觉得它要迎来一波呢短波行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有进场的这一个学员啊，以白色 K 线的低点297块3毛8作为一个止损的一个价格，能给它呢进行一个收到一根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就止损出局。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阴线把它跌破的话呢，那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好吧？这个呢是特斯拉的一个价格便宜的这一个信号。那第二个的话呢，假如特斯拉没有跌破我们白色 K 线的这一个止损价的，那往上去看的话呢，哪些关键的这个价格？第一个关键的价格的话呢，我会把它定到这一个0.191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应该是在323块2毛6左右。这个价格能进行一个有效突破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缺口了。那么缺口的话呢，特别的大先不说看上沿吧，我们先看它的一个下沿。下沿的话呢，342块1毛1左右。为什么只看下沿？因为这一天财报出来之后呢，它是大跌的。那么这一天它是一个倍量 K 线，倍量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它能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它有很大的概率它在这一个位置就会形成这样，它能收一个阳线给它突破的情况下，那么很大的概率它会在这里呢会有一波推动的这一个行情在等着大家。所以先考验一下这一天它的一个高点342块1毛1的位置，是不是真的能收阳线给它突破？能收阳线给它突破的，那么呢，基本上不说它全部去回补吧，但是它要回补一个1/2的位置，我都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先看这两个价格，323块2毛6以及呢342块1毛1，打到这些价格收阳线，收阳线，收阳线，那你就拿着，打到这一些价格。给我收到的黄足消失收阴线，或者呢3日顶分型等等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风险，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特斯拉的日线，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特斯拉的周线。特斯拉的周线已经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信号上一次的话呢，是在这一个4月份以及呢2025年4月份出现过2次，所以1年的时间总共就出现了这一个3次。看一下呢特斯拉的这一次机构低吸的信号。它什么时候能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继续机构低吸，你就继续的等着所以蓝烛的一个情况下，你就一直的等，等到它跌无可跌，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的时候呢，我们再考虑进场所以有在关注特斯拉的看一下它的周线能不能呢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可以的情况下，那么它就有机会，哪怕说它没能像这一波一样形成一波反转的一个机会，它像这一波反弹，那么行情也不差，因为目前你能看到它距离这一个飘带非常的远，它就有足够的反弹的这一个空间在等着大家。所以下周我们能看到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的话呢，那么意味着特斯拉的周线行情它就要起了。那一旦能起的情况下，它最少都会是一波2周以上的短波行情，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特斯拉当然有学员去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去讲到，不管是英伟达还是特斯拉多少钱跟大家去讲过，可以建仓或者什么时候可以进场等等的。那这个的不是我们公开跟大家讲的我们会在每天的大概5到6点钟开盘之前的时候呢，会给大家发这一个行情广播，告诉大家呢你当天的一些操作的一个策略。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体验我们的行情广播的，那么呢，你也可以呢加入到我们 YouTube 的铁粉当中，因为 YouTube 铁粉的话呢，它是会有1个月的免费的行情广播的一个体验。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讲到的不管是蓝 K 白 K 还是我们讲到的像这一个反包 K 线等等等等，这一些的话呢，这一些技术分析的话呢，我们都会把它呢做成这一种精品的这一个视频，放到我们的这一个 YouTube 铁粉平台当中，你们呢也可以去学习。那第二个的话呢，铁粉还有一个优先整股的一个福利，以及呢内部课程的一个系统学习。所以如果说呢您想要去参加我们的这一个铁粉的话呢，你记得找这一个助理呢去领取这4项福利。那么怎么样去找到助理，以及怎么样加入到铁粉，那打开我们的这一个描述栏，或者在我们头像这里有一个加入，那1个月是14.9块，加入完了之后呢，在我们描述栏当中第一个链接就是助理的链接，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美光的话，是不是跟大家讲过，它就是一波呢报复性的这一个反弹，而且反弹上去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讲了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主力你可以看一下在周五开盘之前，短期的话呢，它会有反弹行情，反弹的主力7月20号的缺口上沿就是这个位置，大概来讲916块5毛7以及 0.382 的位置。935块4毛2，打到了这一些主力之后，继续阳线，你可以继续的拿着，收到的是阴线的，该走了就走了这个是我们在周五开盘之前给大家讲的你看一下我们讲到的2个主力位，它在周五最高价打到了930块8毛8，跟我讲到的935块4毛4差了5块钱，最后在这里开始遇阻回落，收了一根呢高开低走的这样的一根阴线的一个形态而且这一根阴线打到了这一个价格之后呢，就开始遇阻回落，还收到了我们讲到的一个叫乌云盖顶的这一个形态所以有些学员的话反应呢就特别的快了在看到这一个价格没办法突破的时候呢，直接就在这一个位置选择了干嘛？就是做空他就直接在这一个位置干嘛？选择了做空因为我们基本上在周2周3的时候会有给大家开这一个早盘课飞老师都会跟大家去讲什么时候去做空什么时候呢可以去进场等等。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我们学员我也有在策划当中，我有打算呢就是给大家去开一个陪跑的一个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小班级小班课，然后呢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些美股的期权的一个知识，就是有一个老师专门的负责大家呢关于期权的这一些内容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等等老师呢都会给大家去讲，所以我不确定大家感不感兴趣如果说大家对这一些内容感兴趣的，那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给 Joyce 呢回复一个88，我看一下感兴趣的人多不多，多的话呢我们就给大家去开一个这一个期权的班，好吗？那接着的话呢，回到现在的美光身上刚刚给大家讲了，它走出来的是一个乌云盖顶的一个形态。那么乌云盖顶大家应该都知道一般来讲是市场用来看空的这样的一个 K 线的一个组合，但有时候呢这一个机构也会利用大家的这种普遍的心理做一个干嘛骗线，所以乌云盖顶出现完了之后会不会真的一个下跌，那么它有一个标准给大家去看一下。乌云盖顶的一个出现，它有2种用法，一种的话呢，机构用来洗盘去干嘛接这一个便宜货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根阴线高开低走之后去进行一个砸盘，去进行这个接货。那么这种的话呢，一般是我们讲到的一个洗盘，还有一个呢就是真正的它要形成一个高点往外去出货。那怎么样去判断呢？出现了一个乌云盖顶的一个形态之后，以这一个阴线它的一个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画完箱体之后，它在3日之内收阳线突破阴线的高点的，那么这一个位置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用来洗盘接货的这样的骗线的乌云盖顶，它在这里收到一根阴线跌破它的一个低点的，那就真正的用来出货用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风险。所以美光在出现了这一个乌云盖顶形态完之后，大家可以以它的这一个阴线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看一下下周，你看到它在这里收到的是一个阴线，直接呢来个阴线跌破呢它的这一个低点的，那就说明它会继续的往下去探，并且大概率来讲它会去创这一个底部这里是要注意一下，收一个阴线给它跌破的话呢，大概率来讲它会去创这个底部，甚至于呢它可能会去来一下到前期的这个底部的位置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注意一下啊，它在下周一，但凡你看到它在这里收阴线跌破的情况下，那你就知道风险它会很大，甚至于呢打开下跌空间。它在这一个位置，它在3天之内收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的930块8毛8的，那么它就是用来砸盘接货用的。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在这个位置去进场，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我希望呢大家再等等。已经离场的这一个学员，你就要么干嘛，等跌下来之后再去买，要么突破了之后去买，就这2种买点，2个都没有出现的，那我们呢就观望为主，好吧？有在场的这一个学员的话呢，那没办法，你但凡能看到呢，他在下周收阴线给他跌破的话，它肯定是要往下继续去探新低的啊，我们就要注意风险，好吗？这个呢是讲到的美光的日线。那第二个呢，看一下美光的这一个周线的话呢，确实来讲，周线上已经回踩到多方带的位置啊，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支撑的。你看到本周最低点的时候，它有跌到这一个飘带的中轴的位置之后，收盘价是收了上去的。但稍微比较不好的一个点啊，就是它在上周的时候，在这一个周线上是出现了一个反包阳线的一个形态啊，这一个位置把这一个阳线都给包在里面了。收到了这一个反包阳线之后，本周是收了一根阴线，跌破了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这一个低点的，那就意味着周线上它现在还没有止跌啊，所以要注意一下啊。周线上目前来看，它还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一个信号，除非呢你能看到它在下周啊能收一个阳线，把本周阴线的这一个高点935的这一个周线的这一个高点给突破的情况下，那还能说明了多方要开始呢进攻，没有出现这一个形态的周线级别的一个调整还没有结束，一定要注意一下风险啊！周线没有机会的话呢，日线哪怕有机会，你也只能清仓做反弹，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的这一个周线。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的话呢，就闪迪啊，闪迪的话，它也是出现了蓝烛的信号，未确认状态啊。本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根阴线，本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线，目前下跌结构4。也是一样，没有出现止跌的这一个信号，它什么时候它才算是真正的有机会？最起码闪迪它在这一个周线上，不说呢来一个阳线，把这一个蓝烛的高点给突破，最少吧它得出现一根呢，就是比较像样的这样的一个阳线，收于呢本周的这一个收盘价之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能算是周线上它已经干嘛调整结束，它要起来了。没有出现这一个信号的话呢，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再等等，就周线上它现在是有机构低吸的啊，它继续低吸，那我们就继续的观望，什么时候啊出现 Josie 讲到的蓝烛消失收阳线确认的，那我们就可以进场，没有出现的话，那么我们通通的按照反弹行情去做，不要重仓，好吧？这是讲到的闪迪的周线。那接着来看一下它的日线啊，它的日线稍微来讲啊，就是好的一个点，无非就是它在下边的这一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形态。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它聚宝盆还没有真正的确认，因为它还没有上穿，不上了真正的这一个确认，这是第一个点。因为你看一下，像 Circle 的话呢，它这一个下边的这一个聚宝盆酝酿了1-2个月的这一个时间，到现在都还没有成功啊，一直都是一个躺平的这种状态。所以不要觉得它出现的这个聚宝盆立马就能起来，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能看到闪迪它也是一个乌云盖顶的一个形态，它也是差不多啊，在这一个周五的时候，最高价触及到了这一个多方带下沿的位置之后，就开始呢遇阻回落，跟前期这个价格是比较像的。打到了空方带的这一个下沿的位置之后遇阻回落，接下来呢调整的这一个幅度是非常大的，现在呢再一次出现了这一个打到这一个空方带遇阻回落的这一个迹象，所以要注意一下，它也是一个乌云盖顶哦。但凡我们在下周看到的它是收阴线跌破呢这一个乌云盖顶的一个低点 1187.26 的，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一个位置注意一下风险。什么时候呢这一个闪迪开始又有机会呢？它最起码得突破它的这一个高点啊。当然你觉得啊突破它的高点再去买的话，会不会呢就太高了？那你就干嘛？你就看它的这一个日内去做，你就说我在日内，因为它波动很大，那我日内呢去做这样的一些反弹啊之类的，
那也行。日线上的话呢，跟美光一样，要么就跌下来啊，创完新低之后出现止跌信号之后去买，要么呢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它是一根骗线的乌云盖顶形态，那这种我也可以买。两种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下，那意味着呢就是闪迪的这一个日线它已经干嘛反弹结束，接下来的话呢它要调整，那我们就继续观望为主就行了，好吧？这个是讲到的闪迪。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Circle。为什么会讲Circle？因为Circle它在周线上啊下跌结构久了，可以看到的一个点，本周呢是收了一根呢假的这样的一根阴线啊，它的收盘价高于呢上一周的这一个收盘价，然后的话呢出现的这一根9号 K 线，但这个9号 K 线还没有确认它究竟是一个呢底部9结构还是一个中继9结构。如果说它是一个底部9结构的，那么这一个 Circle 它在周线上起码呢它都会有一波短波行情，也就是说最少会有一波2周以上的行情要走，没有收到这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它是跌破它的低点的，形成的是一个中继9结构的，那就意味着 Circle 它还得继续往下跌，跌到什么时候啊？起码来讲它还有4根 K 线在等着大家，也就是说它的下一个呢可能会出现机会的位置，它是会在13号 K 线。所以有在关注Circle的这一个学员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它的这一根9号 K 线究竟是中继结构还是一个高位结构？它的一个低点58块6毛6，高点66块2毛4。到周五收盘的时候看一下，它是选择向下跌破的还是向上突破的？向上突破的，那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底部9结构。那么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周线上具备的机会最少来说2周以上，周线上的风险也最少2周以上，好吧？所以有在关注的学员看一下，它是一个中继还是一个底部结构。那么在日线上的话呢，能看到的一个点 Circle 为什么最近没有怎么跟大家去讲？因为你能看到啊，下边躺的是真的好平啊，你看一下这一些资金在下面基本上就是一个躺平状态，没有一丝的波澜，那这种情况它的股价怎么能起来？现在它已经进入到这一个干嘛，就是横盘震荡了很久的这一个时间。好消息无非就是它的飘带一直在收窄，一直在收窄，要看一下啊，就是它在这一个位置能不能转为一个多方带啊？我是比较建议想要进场的学员最好等它转为多方带之后再说，因为它一直在空方带，买了你也没啥意思。你说我在这个位置啊，哪怕你说我真的很厉害，我能在这一天最低点买，最高点去卖，那么确实来讲能挣到钱，但是谁能做到说我就可以在这一天最低点买，最高点去卖呢？谁也做不到。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等它转为多方带之后再去做。第二个能看到的一个点啊，就是 Circle 它在日线上出现了一根十字星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你会看到的一个点啊，从高点下来以后出现了很多次十字星，你比如这一次没有完整的进行一个阳线突破，这一次没有收阳线进行一个突破，包括的话呢这一天也出现了十字星，虽然有这一个 K 线进行一个突破，但是呢它是一个干嘛？它是一个阴线，不算真正的一个突破。所以如果说呢这一个 Circle 你没有这一个飘带的，那么你也可以以这一根十字星作为你判断的这一个标准，它的低点58块6毛6，高点的话呢63块5毛1，看一下它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跌破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你是第几班学员的，除了观察它的飘带之外，一定要看一下它的龙头线能不能向上拐头。我觉得起码呢你得看到它呢有向上突破这一个聚宝盆的这一种状态，那么它才有可能呢会形成这一种行情。它一直是躺平状态的，那么哪怕它转为多方带，它的行情也会相对比较一般。它能同时出现飘带既转为多方带，它的龙头线又向上拐头的，那么才是真正的一个机会，好吧？这个是讲到的Circle。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谷歌，谷歌包括亚马逊、Meta 等等。我在好久之前上周的时候我就给你们讲过这几个股票了啊，你看一下这一个谷歌的话呢，最早是在7月24号，就是在上周周五开盘之前，我就跟大家讲，谷歌、亚马逊、Meta 等等这些股票经过最近的大跌之后，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未确认，可以关注一下下周能否呢确认之后有一波反弹行情。7月24号周五开盘之前给大家去讲过的这个观点，上一次讲谷歌的时候是什么阶段？是在这一个底部，
当时给大家讲完谷歌之后呢，谷歌在这一个位置也是涨了将近了2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一次再一次给大家去讲完谷歌之后，也是呢涨了差不多有1周了。包括的话呢，在这一个周四的时候收到了这一个呢就是假阳线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当时这一个谷歌的话呢，它回补了这一个缺口，那不好的一个点干嘛？它在于盘中回补，收盘价收了回来的，所以操作的这一个策略的话呢，就继续的阳线可以继续拿着啊，收到一根不创新高的阴线的话呢，就考虑止盈离场。好的一个点在于它在这个位置出现的呢，它是一个阳线啊，它算是一个阳线啊，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阴线，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暂时呢再去拿一下吧？然后周五的话呢，直接跳空涨上去了。你要是来问我说啊，怎么就知道它在这里能跳空？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指标告诉我在这个位置当中它有机会，所以呢我也如实跟大家去讲了。包括像亚马逊的话呢，它也是在周四的时候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然后周五因为这一个财报好预期大涨啊。要是你问我的话，怎么在1周之前就能知道这些股票有机会啊？我也不好跟大家讲，我只能说就是指标跟我们讲，这里呢它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关注而已啊。当然如果说你不是这一个内部的这一个学员，你看不到行情广播的，我在这一个周末的视频，我是不是也给大家去讲了？我当时还拿出来了它的周线跟大家去说，我说下周的话呢，我说谷歌在这一个位置既是一个机构低吸，又是一个下跌结构9，如果它在下周没有把这一个干嘛蓝烛的这一个低点314块8毛9的价格给跌破的情况下，那么的话呢，它会在这里出现一个低吸的机会，我们呢就可以做好这个准备。这个也是在周末的视频给大家去讲的啊，我不是说等到它现在涨起来我再跟你们讲，都提前跟大家去讲的，好吧？那么回到现在的这一个谷歌身上啊，因为整体来看，其实谷歌呢仍旧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这种状态当中的。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阳线状态，那继续的阳线就继续的拿着，期待它呢能不能像前面这一波行情一样，能转为一个多方带。那已经进场了谷歌的这一个学员啊，关注一下2个价格。第一个价格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关键啊，就是在 0.5 的这一个位置，359块6毛8，它在周五的时候最高价已经来到358块8毛8了啊。但是收盘价呢收回来了一点点啊，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啊，它只要就继续的阳线，你就可以继续的拿着。那收到的是阴线的，或者带有这一种黄竹销收阴线的这种形态的，那我们就止盈离场啊。这个价格我倒觉得还好，真正关键的这一个价格的话呢，我会把它定到 0.618 的位置，370块2毛5。为什么会定到这里？因为这个价格它是它前期的这一个横盘平台，多次打到了这里都没办法突破的一个关键的阻力位，谷歌只有把这个价格给完完整整的给突破了，那么它才有创新高的这个概率。为什么？因为 0.618 属于强势行情的反弹，强势行情它有很大的概率它是要创新高的，所以下周来讲，我觉得它关键不是要去挑战359块钱的这一个阻力，它要去挑战的是370块2毛5的这个价格，收阳线给它突破并且能企稳的，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前期的高点了，好吧？这个呢是讲到谷歌的日线。谷歌的周线去看的话呢，不用讲了啊，已经给大家讲过呢，就是它是一个干嘛机构低吸9号 K 线，机构低吸9号 K 线讲过非常多次啊，现在已经干嘛真正的出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阳线，所以周线上的话呢，它下周要关注的就是它能不能呢来一个阳线，完完整整的站回到飘带之上，就不要有一节呢露在飘带的下沿，完完整整的一根阳线站回到飘带之上，可以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期待它可以来一波这样的这种行情，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谷歌，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英特尔。英特尔的话也是跟这些闪迪啊，包括这一个美光差不多啊，都是一个高开之后一路低走的，它也是打到了空方带的位置，然后跌回来的，而且还是收到了一根算是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个阴线啊，收盘价低于前一天的这一个收盘价的，所以有英特尔的小伙伴也要注意一下。如果你已经离场的这个学员，那我们就干嘛啊？等它出现止跌形态之后再说。没有离场的，下周也是一样，
但凡你能看到它在这里收到的是一个不创新高的实打实的阴线的，那就说明这一轮的反弹行情已经结束了。收到的呢，它是一个阳线的话呢，那你可以暂时再去拿下，因为它下面其实有出现过聚宝盆的一个形态，只是说它还没有确认而已。我就怕呢，它有一次二次筑底，如果它再出现一次二次筑底的，大概率它要去干嘛？创一下前面的低点的。所以有的学员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下周收到的是阳线的，那你可以拿着；收到的是一个不创新高的阴线的，形成一个3日顶分型，那我就要注意一下风险。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它的一个周线啊，周线回踩到多方带了啊，然后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未确认，没有确认你就等，什么时候它能具备真正的机会？周线上它能确认的，它就有真正的机会；周线上它没有确认的情况下，那么它就是干嘛？日线级别反弹行情而已。我们清仓做一下反弹，赚钱了就赶紧跑。千万不要赚钱了不跑，然后呢还把利润亏里边的同时，还把自己的钱都给套进去。所以一旦呢你看到周线具备机会的，那就说明真正的机会它要来了。周线上没有出现这样的机会的，那就意味着呢再好的这一种行情，它都只是日线级别的反弹而已。赚钱我们就赶紧跑，好吧？这个是讲到的英特，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甲骨文。看到有一个学员一直在问啊。看一下甲骨文的一个点啊，也没反弹多少，但是呢出现了一个黄烛状态，特别的神奇啊！它在这一个日线上既然出现了一个黄烛超买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好的点呢无非它的这一个飘带已经在收窄了啊，不好的就是黄烛超买的这一个信号已经出现了啊，还是一根十字星，继续的黄烛你可以继续的拿着。黄烛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那我们就赶紧呢给止盈离场。没有黄烛信号的这一个学员，它既然是一个十字星，本身呢就像是一个变盘的这种 K 线的形态啊，可以它的高低点看一下，低点125.7块，高点132.4，收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我们就止盈离场。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的，那么我就暂时呢再去拿一下，说明呢它要有一个向上的一个变盘，毕竟现在才上涨结构2啊，距离结构9还有好长的时间啊，虽然不一定能走到结构9，那我们期望一下啊，注意一下啊，甲骨文只有转为真正的这一种多方带，那么才会有真正的机会，没有转为多方带的时候，通通按照反弹去对待，好吧？这个呢是讲到的甲骨文的这一个日线。关注一下它的周线啊，周线上下跌结构8啊，也就下周它会大概率出现一个下跌结构9，再伴随着呢这一个聚宝盆的形态，再伴随着呢这一个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要么机构低吸转为做多进场，要么呢底部9进场，所以下周应该是甲骨文它在周线上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有关注甲骨文的一定要给我看一下下周的这一根9号 K 线。能不能是一个底部9结构啊？出现的话再给大家去分享，好吧？那接着最后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苹果啊，为什么就是苹果跟亚马逊两个，一个是大涨，一个是大跌？我不跟大家去讲亚马逊了，因为提前进场的已经赚钱了，没有进场的大涨之后再跟大家去讲意义已经不大了。那么这种大跌的，反而有便宜的这一个机会可以捡的，那我值得大家去关注啊。苹果呢，它是财报没有符合到大家的一个预期，然后今天跳空大跌，但每一次你会发现苹果每一次大跌完之后，反而是真的是一个捡筹码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不是随便的去捡啊，我们能看到的一个点就是苹果经过大跌之后，它在这一个日线上的话呢，出现了一个呢高量柱的一个形态啊。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出现完高量柱之后呢，苹果是涨了将近了有20-30% 的啊。那么什么时候呢？这一个苹果它是真的有这一个便宜而捡，而不是说这一个位置它还会继续的往下跌。那么既然是一根高量柱，它的一个低点，它一定呢是需要有这一种承接的这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如果这一天放的这一个量，它是有机构在下面去接货的情况下，它不会让自己亏钱，那么的话呢，它这一天的一个低点，它就不会被跌破。所以苹果的话呢，怎么样去判断它有没有便宜可捡呢？以这一根高量柱的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箱体，低点300块钱，高点310块6毛9，看一下它在这里是收阴线，选择跌破它的低点的，那就说明这一个便宜捡不得，它还得继续的往下去跌，那我们就再等等。
你看它在这里啊，在这里正正当当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的，那么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像前期这一个位置一样捡便宜的一个阶段，好吧？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所有的这一个内容。如果看到这里呢，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给 Joyc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